哎，妈，您真听那臭道士说的话？您看这脸色，说是刚从棺材板爬出来都有人信。就待这几分钟，他磕了8次，我估计啊，手帕上全是血啊！大师说了，指明要江家的女儿来镇宅，不然……哎，你要死外面去啊！别死我家里，晦气！你没事吧？这是不是得送医院啊？石沉舟，石沉舟，600万，今天不还就别想走出去。老 K， 你怎么找到这儿来的？钱我会还的，一定会还。你拿什么还？你妈把你的卡都给冻结了，你拿屁股还啊！请池少走一趟。去！你放开我！妈，你说句话呀！你活该！你们别打架！池少，对不起，我刚一时没站稳。江子，你疯了！他们……我打的。老子也不是好惹的，我告诉你们。就凭你这个废物！行，算你有种。3天，最后3天要是再不还，我们赵老板请你喝茶。走。再让我遇见你，我见你一次打你一次。切，谁怕谁啊？看到没有，像这种货色，来多少我收拾多少。池少，对不起，我刚刚差点听了。知道就好，以后少给我惹这种麻烦。池沉舟，你是我儿子，你几斤几两，我会不知道？你什么时候有这样的身手了？小慈啊，刚才你是真的被吓到了。我从小体弱，一受惊就会腿软。妈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吗？哦，难不成还是他暗中帮助我的，在家里待得憋屈？我走了。哎，这个混账小子，让我给宠坏了。哎呦，坐。哎呀，小慈，你说你刚才，你觉得是巧合吗？我不知道。这巧合多了，就不像是巧合了。我真的不知道，我刚刚太害怕了。算了，哎，这是家里最后的500万。陈州啊，他在城西的金玉满堂，你去送钱，把他给我带回来。我身体受不了这种地方。大师说了，你的命格特殊，能够镇宅转运。我们池家请你回来，不光是为了冲喜的，是你呀，真的能派上用场。啊！我不信巧合，就用这500万赌你江慈并非凡物。又输了，再来！600万，今天不还，把手留下。等等，江慈，你怎么来了？这里有500万，剩下的我们会尽快还，请先放了他。行，有了这500万，
手可以先留下。江小姐，既然来了，不如玩个小游戏。你赢债消，这500万也还给你；你输，你们2个的手全留下。这张脸和当年那个逃走的小老鼠还真像，会这么巧吗？江慈，听到没有？快赌啊！赌完了，这就清了。我们还有500万。江小姐，既然来了，总要留下点什么，要么钱，要么手。给你1分钟，我没有耐心。答应了，快！哎呀，算我求你了。好，来吧，江慈。只要上了赌桌，我就能知道你到底是不是他的女儿。哼，就玩最简单的斗地主吧，也不算欺负你。怎么样，江小姐意下如何？完了完了！老板，还用继续玩吗？你看看这姑娘，她连牌都拿不稳。你要是看她不顺眼，不如咱直接……急什么？2王，4个2，还有通天顺。江慈，你这牌闭着眼睛都能赢，这样，先出顺子，然后再出，啊？真的吗？那我试试看。哎！江慈，我让你先出顺子，你可傻可疯了！你出这张牌干什么？你会不会打牌啊？掉牌是意外，拆王炸是蠢还是刻意？这副病骨之离的样子是完美的伪装，还是真的不堪一击？江慈，这毒手的局看你还能演到几时？江小姐，我提醒你，牌桌可不是儿戏，赌的可是你们2只手，好好打。我有在好好打。3，你出个3，你到底会不会打牌啊？4个9，4个勾。我没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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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了。今天你们2个人，1人1只手，全都得给我留在这儿。亏我还以为她是那个人的女儿，哼！想起一件旧事，10年前也有一个姓江的，也是坐你这个位置，可是他不像你这副孬种样子，他想当英雄，他想凭一己之力把我这里全部端了，哼！手法很厉害。千面观音手，名不虚传，差点被他得了手。可惜呀，正义没那么好卖，最后骨头被一根根拆了，也没认过半句签。听说他有个女儿，一个病秧子，怕是现在应该早就没了吧。赵老板，求你饶了我们！你说什么我们都愿意去做。到底是我想多了，老鼠的儿子就算会打洞，也掀不起风浪。哼，迟了。等等，等一下！啊！我刚刚好像发现，老 K， 老 K 的手里好像藏了东西。对，你出老千，你肯定出老千，不然我们怎么会输得这么惨？你放屁！
在血口喷人，信不信我弄死你？对，刚才洗牌的时候，我看到有人的手特别快。我在电视剧里看过，高手洗牌的时候手都特别快，就是为了做记号。对，一定是做了记号，不然为什么我输了？电视剧，你他妈赌命看电视剧？赵老板，你们是不是用了电视剧那种手法？不然为什么每一把都是我输？这不公平，要躲就躲干净的。每局拆一副，我让人当着你的面，一张一张慢慢洗。每局我们只抽一张牌，比大小，3局2胜，你赢1局，池辰洲的债减3成，你赢2局，你们的手可以带走。你赢3局，我亲自送你们出去，债务全消。那要是我输了呢？哼，输了，留在这里，公平吧？不行！小慈，算了，我们认输，我们不赌了，啊，我们不赌了。这里没有你说话的份。我赌。开始吧，老 K。拆第一副牌。江小姐，就照你说的来，慢慢洗。为什么要说那种话？为什么要一次又一次的刺激我？好啊，非要提我爸，你们不是拿人命当笑话吗？行，从现在起，我陪你们玩，看谁先笑得出来。等一下，江慈，咱就别硬撑着了，咱们认输行不行？大不了我这只手不要了，咱们别跟他们耗了呀！以赌制赌第一步，先让他们自己的脏吃掉他们自己的痰。父亲，你看他们的局，从里面破比从外面砸容易多。又怎么了？我想再确定一下规则，是不是每人抽1张 ，A 最大，2最小，对吗？对。那抽牌顺序呢？你先抽。好。我抽这张。老 K。哎呀，黑桃 A， 完了，全完了。江小姐，他这只手，你怕是保不住了。
红桃二，最小的牌，你们输了。这怎么可能？这不可能！这不可能！哎，我们是黑桃 A， 我们最大，我们赢了，我们赢了！不可能，你搞鬼，一定是你搞鬼！我真不知道，许是碰巧。江子，快来养些平，他有病，快点！麻烦。江小姐，手气真是不错啊。看样子你的病气没有影响到你的手气。这一局，你赢了。池辰州的债减3成，还有2局，希望你的好运气可以支撑下去。罢了，第1局算你运气好。老 K， 准备第2局。规矩照旧，抽一张比大小，这一把老 K 先抽。黑桃 K， 江小姐，该你了。抽啊！你快抽啊！反正抽什么牌，都是死路一条。开牌吧，江小姐。不，哼，最小的2，江小姐，你输了，要剁掉1个手指头啊！不急，江小姐，介意把你的牌给我看看吗？不介意。江小姐，你在看老 K 发牌的时候，有没有觉得他有些不规矩？小动作，我不清楚。当时我只是头很晕，我只看到老 K 手好像抖了一下，可能是我眼花。我感觉我又有点，只是没看清楚。江小姐的父亲有没有教过您，在牌桌上也许看得不清楚才是真相？赵老板，你什么意思？我爸他从来都不赌，他最讨厌赌。你不要再说了，我真的很难受。老板，定然是这个女人输了，在这胡说八道。她的运气已经用完了，按照规矩，现在就该剁手指。按照规矩，这一局你们输了，池辰州要留下1根手指。不！赵老板，求求你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再给我一次机会。江子，老婆，救救我，救我！对不起，是我没用，对不起。等等，我改变主意了，江小姐，我想把这根手指再留下来，我们继续比第3局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想看看你的运气还在不在。看到你这副样子，让我想起来有一句话，叫做
弱虎虽病，余威犹在，垂死反扑，最为凶猛。我想知道你是那只病猫，还是那只病虎？他在怀疑，但没有证据。他在用恐惧和压力，逼我自己露出破绽。父亲，他们就是用这种方法逼你的吗？我只是想活着出去。准备第3副牌，我们玩点不一样的吧。第3局我们玩简单一点的，还是比大小，但规则需要变一变。我会将牌洗好之后正面向下铺开来，我们同时抽出牌，比大小，一局定胜负。这次没有顺序，同时抽，考验的是真正的运气和魄力，或者瞬间的判断力。江小姐，你还有力气抽牌吗？我试试。老 K， 我数3声，3、2，等等，江小姐，又怎么了？赵老板，你说这一局是一局定胜负，对吧？对呀。如果这一把我赢了，之前的债务全免，我和池辰舟也可以安全的离开，是吧？当然，我赵某人说话向来算数。那我想加注。江慈，你疯了！我们好不容易，不是你加什么注啊？加注？你拿什么加注？拿你那个带血的手帕吗？让他说。我想加注我自己。什么意思？如果我赢了，除了刚才的条件，我想请赵老板答应我一件事情，希望赵老板以后不许再让池辰舟进你的任何一个赌场，不许再借钱给他，不许再诱导他赌博。如果他再来，请赵老板亲自打断他的腿，把他扔出去。江慈，你，哼，有意思。江小姐，你以身饲虎，替自己的丈夫去抵消戒赌，你可知道，你输的不只是这只手，还有可能是你的命。我知道，如果这一把我输了，加上之前的债务，我的命和他这条命全由赵老板处置，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。不是，不行！江慈，你他妈给我闭嘴！你凭什么替我做决定？赵老板，他说的不算，不算。用你的命换池辰舟的命，不对，你不是那么蠢的人啊！你到底是要干什么？赵老板不觉得这局不够刺激吗？你开这么大的场子，玩的都是别人的身家性命，你总是站在岸上看别人溺水，不觉得无趣吗？刚才第2局，老 K 出千了，对吧？啊！虽然我没有看清楚，但他一定出了。如果没有出千的话，在慢洗慢抽的状况下，他怎么会那么自信地说出黑桃 K 老板，我没说错吧？你，所以呢？所以这一把，我想跟赵老板赌一把真的，不靠手下出千，不靠场子优势，赌胆量，赌运气，赌谁敢压上一切。如果我赢了第3局，除了刚才的条件，我还要赵老板关闭金玉满堂这家店，不再以赌博害人。江慈，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我当然知道，我在赌命，赌赵老板敢不敢接这个注。你凭什么？你一个身无分文的人，想要让我关掉这日进斗金的赌坊？哼，凭什么？哼，如果赵老板不敢接，这话要是传出去，道上的人会怎么说？金玉满堂的老板
被一个病得快死的女人吓住，你觉得到时候……你他妈找死啊！姜慈，你比我想象中的有种，这个注我接了。但是，如果你输了，那我要的就不只是你的命和手了。不要，赵老板，我们认输，我们认输还不行吗？姜慈，认输吧。石少爷，你的这个病期比我想象中的有趣，用命赌我关店，可以呀，但你们要加注。你想加什么？刚才第2局，老 K 的确出了千，我看出来了，你也看出来了，对吗？我不知道。你知道，你只是想粉饰太平，你不说逼我认下这赌局，但是赌桌之上，破了规矩就是破了规矩，老 K 定当认罚。赵总，我这……所以第3局我们换个玩法，赌注也要换。怎么换？如果你输了，我不仅要你们的手，我还要你姜家媒体公司的股份，还要你当着所有人的面说自己是个骗子。你怎么能这样？有没有规矩不是你说了算的，赢家说了算。我这里有一个古董照片，把它当作彩头，如何？够诚意吧？照片上的是爸爸。不，冷静下来，姜慈，他在试探，他有父亲的消息作耳，想看我的反应，不能慌。我不太明白古董，既然赵老板说这个值钱，想必应该是个贵重的东西。不过我对照片没什么研究，值钱就行。莫非真是我看错了？该死的赵正，他在逼我在父亲的线索和眼前的生死之间选择，真狠。老 K， 规则不变，我数3声，我们同时抽牌比大小 ，A 最大，2最小，1把定输赢。1、2、3，开牌。黑桃 A， 最大的一张 A。江小姐，你怎么说呀？这怎么可能？一副牌里只有1张 A， 你们怎么可能抽得到 A？K 老板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一副牌里本来就有4张 A 啊！妈的，红心 A、黑桃 A 不是同一种花色，刚才气昏头了。老 K， 牌是你洗的，也是你码的。江小姐抽的是红桃 A， 你抽的是黑桃 A， 有什么问题吗？赵总，我刚才以为他3局2胜的约定，第1局你赢了，第2局你输了，第3局是平局。江小姐，你想这样就把人带走，可是不能了。赵老板，剩下来4成的债，你想怎么算？不如我们再赌1局如何？赵真，你别太过分。哼。姜慈，你赢债务全消。我刚才答应你的事情，关于池辰舟再也不能踏进赌场的事依然有效。但如果你输了，输了会怎样？你输了债务照旧，并且你要留在我的金玉满堂。姜慈，我们不赌了，我们走，剩下的4笔账我来想办法啊！我赌，赌什么？江小姐，玩斗地主吧。只不过玩斗地主需要你给一点诚意。我这里有一些首饰，这些够吗？哦，
池少，你还真是娶了一个好媳妇啊，连自己的嫁妆都全部拿出来了。姜子，这可是你的全部嫁妆，你竟拿出来赌！放心，我以前跟爷爷玩的时候，爷爷说我的运气跟直觉都特别好。这次，我也相信我的运气。江小姐，提醒你一句，斗地主可不只是讲究牌气，还要讲究胆魄。荷官，发牌。你看我的牌，不错吧？天哪，天牌！姜子，这样的好牌在你手上也是浪费。这样，你给我打，兴许还有赢的机会。这怎么行？说好我打的，而且下的都是我的钱。江小姐笑得这么开心，看来是否极泰来了。池少，别着急啊，让江小姐看看到底要不要叫地主。叫，肯定得叫地主。这么好的牌，叫地主肯定能赢，赢了就是赢了双倍啊！真的吗？真的。那我做地主。老 K 明明知道我手里是天牌，偏要替坐庄，看似在为我着想，实则在夺我的退路。只要他们打配合，无论是什么牌，都是必输的局面。而这副天牌根本就是裹着糖衣的毒药。老公，我要先出哪个牌？这么好的牌，肯定要先出厉害的。姜子，你是不是傻啊？你怎么这么蠢啊？你一开始就把对 A 出了，到后面，你拿什么跟他们拼啊？不是你说要打厉害的吗？那我收回来。慢着，规矩就是规矩，打出去的牌一概不能收回。池少，先别着急嘛。江小姐出牌是有些莽撞，不过江小姐这把牌可是非常顺的。江小姐的牌好一对 A， 只是刚开始，牌局继续嘛，后面还可以有机会。一对 A， 一对2，这么大的牌我要不起，我过。那我还下厉害的吗？出啊！你牌这么好，怎么打都能赢。江小姐，不好意思，这一对我要了，我出一对 A。哟，老 K， 这个时候出一对 A， 可以呀。江小姐既然不要，那可又轮到我了。我也不出复杂的，就出个顺子，5、6、7、8、9杂色。那我可要压一下了，6、7、8、9、10。这个我们还能要吗？有点好像要不起。怎么要不起啊？这不是有炸弹吗？你炸他们呀！这么好的牌，随便赢。姜子，你到底会不会玩牌啊？你要不行，换我上。真的吗？出啊！对，就出炸弹。这么好的牌，赶紧炸他们！啊，江小姐，慢一下哦，考虑清楚哦。池少爷没有跟你讲好规矩，但是我要给你把规矩讲清楚。这炸弹一旦放下，可是要翻倍的，免得到时候伤了和气。到时候你再说赔不起，你这身子骨。江小姐，这我可得好好提醒提醒你了。炸弹一响，
黄金万两，但是也可能是倾家荡产。看看你这脸色，小心不要被吓晕过去了。姜子，别听他们胡说，出牌就炸他们，咱们这么好的牌肯定能翻牌。没关系，规矩我懂，翻倍就翻倍。江小姐这么打牌，我喜欢。既然江小姐有这个魄力，那我也不能丢份儿。4个 Q。姜子这里已经是天牌了，总不能老开他们手里都是天牌吧？哼，那我4个 K。我这还能炸吗？这两人手里到底是什么牌？这炸弹怎么跟批发的一样？肯定得出。他们都出了这么多炸弹了，手里肯定没有好牌了。姜子，你手里的牌好，咱们只要走2轮就能走完了。好，我听你的。江小姐，手可别那么快呀！你知道你这炸下去是多少倍吗？我知道，前面已经炸过3次了，应该是翻了6倍。如果这一次把这次加上的话，那就是8倍。那你知道如果你输了要赔多少钱吗？老 K， 别吓唬人家，江小姐身体不好，再折在我的金玉满堂，我们可说不清楚了。这2人是想验我的资啊。没关系，除了带来的珠宝，我名下还有房产、豪车，还有一点股份。这2个该死的赌徒，竟然连一个病秧子都要吓唬！这个姜子居然还这么畏畏缩缩的，老子真是看得上我。老 K， 你别在这危言耸听，姜子的牌不可能输，哼，我们肯定能赢。倒是你们，赶紧想想，输了以后怎么赔偿这8倍吧。姜子，你干什么？对不起，我不小心的。姜子，你能不能不要动不动就道歉啊？赵真，你刚刚验了我老婆的牌，现在轮到老子来验你们的牌。说吧，输了之后怎么赔？池少爷对尊夫人的牌这么有信心，看样子我也要亮亮我的底牌了。如果江小姐赢了，我也不说什么8倍赔偿，池少爷在我赌场欠下的债一笔勾销，这个彩头够诚意了吧？听懂了吗？这可是天大的彩头啊！这都不是天上掉馅饼，这是天上掉金砖！还犹豫什么？这么大的彩头，还不赶紧！姜子，干了！咱们这么好的牌，肯定能赢。这把要是赢了，咱们直接翻倍。池承舟还是不长记性，他们做好的局，一开始就没想让我赢，胆量再大，也不过是亏得越多而已。好，老公，我听你的。不过，各位老板，你们可要说话算话。这个自然，我这赌场讲的就是诚信和仁义。2个船主还真以为天上能掉馅饼？我们这样布局布了这么久，就等着你们这把铁牌梭哈呢。等会输的裤衩都不剩，看你们还笑不笑得出来？不对，老开手里到底什么牌啊？敢开出这种条件？老开的自信源于他确信牌局已在他的掌控之中。现在老开手里握着更大的炸弹，而赵真手里应该是同花顺。他们的局做得越完美，就越依赖预设的排序和彼此的默契，而任何完美的局都怕意外。
相思，放心，再大的牌，咱们也出。相信我，还有2轮，咱们就走了。江小姐霸气，不过您现在出炸弹，那可是就翻了16倍。届时您如果输了，那您的赌注还有这些嫁妆可就全都不属于你了。你别哭死在这里。老公，我有点怕，要不我们认输，不跟了好不好？认输？我说姜思，你能不能有点出息啊？咱们这么大的牌，怎么可能会输？池少，你说这话就不合规矩了。赌桌之上，谁下注谁负责。你已经在咱们这里欠了一屁股债了，你的信用额度已经清零了。你拿什么来做担保？空口白牙可不行啊！就是啊，池少，咱们这是赌场，不是慈善堂，赌场就该有赌场的规矩。江小姐，您所带来的东西想必不够这些赌注吧？如果您想继续玩下去的话，就得拿出实实在在作为赌注的东西，不然的话，就只能作为弃牌了。弃牌？就是不玩了，桌上的赌资全归他们所有。这个是我5年前在拍卖会上买的东珠，值这个数。还有这个限量款跑车，这些够吗？江小姐果然爽快，这车不错，这个赌注我认了。那我可要出牌了。不对劲啊！怎么可能？你们每把牌都加我一头？这局有问题，绝对有问题！当然有问题，在刚刚说话的时候，老开他们早已完成了换牌。既然他们做了初一，那我就做15，也不过分吧？池少，饭可以乱吃，话可不可以乱说。你的意思是说我们赌场出签，还是说我们荷官的手气非常好啊？这把天牌可是你老婆自己抓的，怎么？只许你们赢，不许别人牌好。对啊，老公，我相信老板他们不会说谎，而且他们也说过，赌场靠的就是仁义和诚信。当然，相信我，我是天生福星，关键时候总能逢凶化吉。相信我，我一定会赢的。啊！这不可能！不可能！好你个逼样子，竟然敢出老千！你竟然敢在老子的赌场出枪！我的手法，哼，你们再过100年也看不懂。K 老板，你看我这个样子，连呼吸都费劲，像是会出千的吗？怎么，你们输了就不算？这不太好吧？老 K， 你们什么意思？怎么，赢了还想耍赖？老 K， 你们的规矩难道就是摆设？石神州，规矩就是规矩。K 老板，这话可是你自己说的。哼，你应该也不想你的赌场传出去，说老板输了不认账这样的丑闻吧？江家财力虽然不如池家，但是在新闻媒体界上还是有一定话语权的。老 K， 这输了就得认。你呀，别想耍赖。好，江小姐真是深藏不露，那就按你说的。等等，邵老板，按照规矩，我是地主，你们应该
要给我出2倍。什么？江小姐，这可不行啊！规矩就是规矩，约定就是约定。咱们当初约好的彩头就是池少爷的3倍赌债，多的我可给不了，不然我的威信往哪放？赵真啊，你别太过分啊！刚刚逼我们赌博的时候，怎么没想着约定？现在输了就想着捡便宜，你当我傻啊？池少，别这么大的火气。这赌桌上的规矩和彩头可是两码事，规矩是规矩，彩头是彩头啊。咱们这局是特约局，彩头早就说死了。您要是不让，那前面你们说的那些，是不是我们也要掰扯掰扯了？你，没错，特约局嘛，就是要讨个彩头。江小姐认为呢？你们算了，我也不在意，反正和气为贵嘛，以约定为主。江慈，连你也……老公，你别这么凶呀！要是把我吓出个好歹，赵老板到时候认人不认局怎么办？是呀，池少爷，你还是跟江小姐多学习学习吧。男人还是要多听听老婆说的话。没错，记住了，听老婆的话能赢钱，看到了吗？你老婆可是把你刚才赌的钱赢回来不少啊。双倍的彩头就这样放弃了，真是两个傻子。哼，老公，你会听我的，对吧？江慈，他们明显是合伙来欺负我们啊！还是江小姐通透。这里是3倍赌金。江小姐，所谓山不转水转，你这鸿运当头，不如再来一局。不行，江慈，我们回家，我们不赌了，我们回家，妈还等着我们呢。啊，这债还了，我们就走。就这么让你走了可不行，池晨舟，我要你把这份恐惧深深地刻在心里，刻进骨血里，让你彻底断掉这份贪念。江慈，你不会……老公，你看，好多钱。江慈，你别妄想了。你看，好多钱。上钩了。江慈，你别犯傻了行吗？你知道这些钱是怎么来的吗？都是从赌桌上来的。咱们见好就收，回家吧。赵征，钱我拿了，债我也清了，告辞。池少爷，你就这样带走我的客人，不合适吧？她是我的老婆，有什么不可以？老公，你以前坐在这个位置的时候，别人也这么劝过你，你有听过吗？别管我，现在我可正是鸿运当头的时候，别挡我财路。江慈，算我求你了，你跟我回家好不好？只要你答应我跟我回家，我发誓，我以后再也不赌了，我再也不上赌桌了。你要是发现我赌，哪怕摸一张牌，你就打断我的手。打断你的手？老公，你这是怕我把你的翻身本都输光，还是你真的怕了？我怕得要死啊！江慈，我怕你变成第二个我怕你眼里盯着牌，我怕你嘴里只说“鸿运当头”这4个字。江慈，咱们走好不好？咱们不赌了，啊！江慈，这桌子，它吃人不吐骨头的。
我以前是蠢，是瞎，但我不想你成为第二个我。姜子，你这个死逼秧子，你要是赌输了，你能撑得住他们一拳吗？池晨正，我现在想给你一拳。池少这话说的就伤感情了。这赌桌如战场，它既是战场，也是乐园啊，全看你怎么玩了。江小姐的现在手气正旺，正是乘胜追击的好时候。江小姐，你说是不是？刚才那一局赢得很漂亮，这运气来了挡都挡不住。现在收手是不是有点可惜了？你们别胡说八道，就是你们这群人，最是不怀好意。姜子，这回你真得听我的，走吧。池晨正，竟然也有你着急的时候，在别人这样劝你的时候，你要是能收手就好了。可惜你没有。江小姐啊，您看池少这慌的，关心则乱。要我说呢，一个赌徒真正的本事，您是不是还没有完全亮出来？真正的赌徒，魄力、眼光、运气，缺一不可。我看你三者兼备。就是啊，赵总说的没错，就该再玩一把，好好讨个彩头，也巩固巩固你在池家的位置，不是？姜子，你别听他胡说，我回去一定让。运气跟实力，对。K 老板，您说的对，运气来了，是该抓住。姜子，你别被他们骗了。我再赌可以，但是赌注得加码。江小姐想怎么加，尽管开口。我听说 K 老板有一个霞光庄园，风景很好。如果我赢了，我要霞光庄园，那是父亲最后一次出现的地方。无论如何，我要拿下这个庄园。江小姐真是人心不足蛇吞象啊！那可是价值2亿的豪宅，你有那么大的赌注和我赌吗？我既然能说得出口，当然也有能匹配的赌注。但是 K 老板，你应该担心的是赵老板有没有资格坐在这个赌局上面，跟我们比一个大的。江小姐，你确定要玩这么大的吗？赵老板，刚才你不是自己说的要玩一把大的，给我家这位开开眼吗？姜子这表情不像是上演，更像是在钓鱼。姜子，他要是跟了，你拿什么养？我也拿我的房产证，够吗？姜子，你疯了！这可是咱们的婚房，这要是输了，咱们可就无家可归了，只能喝西北风。哼，江小姐，不是我不讲情面，不过您看啊，石少爷好像不是很愿意你继续赌下去，我怕你是做不了这个主了吧？姜子，我不是不愿意，主要是他是不太愿意，可是他没有这个权利说，而我能。你？因为这个房产的所有人是我。姜子，我妈连这个都给你了。反正放在你手上，也是被拿去卖了还赌债。给我至少说明，池夫人还有点脑子。
既保住了房子，还能捆住我这个儿媳妇。啊，也不知道在利益大于感情的豪门是怎么养出池承舟这样的孩子的。好，江小姐，你果然有魄力。我的筹码可都亮出来了，赵老板，光嘴上说说可不行，真金白银得拿出来。哼，我拿这么大的彩头出来，可不是想跟你们玩过家家，藏在后面的大饵也该被钓出来了吧？您这就不够意思了，刚刚自己要嚷嚷着要玩大的，现在要亮真家伙，您说没有？那这个局，我看您是没有资格上桌了。看来是跟不起了。哼，既然没人敢接，就算了吧。K 老板，我看我跟你的这个庄园，怕是没有这个缘分了。这么热闹的局，如果因为赌注不足就开不起来，那真是传出去要笑话死人了。江小姐如此大方，诚意十足。若我们做东道的接不住，岂不是让人笑话吗？终于舍得拿出来了。我平时也会有一些房产，做一些其他的生意，您看够吗？赵老板，这是什么话？这赌桌他认住不认人，只要您能够拿得出手，您自然是有资格坐在这里的。你做的可不是什么小生意，赵正，你还真是能装。我呢也没什么大本事，自然是名下房产多。江子，你知不知道他是谁？我当然知道，他这张脸，这副假惺惺的做派，我邵成辉都认得。这么多年，你倒是学会披上一层光鲜的皮了，赵正。我当然知道啊，金玉满堂的老板呀。赵正，本市最大的地产大亨之一，你斗不过他的。这么多年，他还是只敢用表面身份出席各种场合，跟只见不得光的老鼠一样。一旦有风吹草动，就会缩回自己的老鼠洞里。赵老板，那您这也太有资格坐在这个局了。只是我手上没有那么多房产。不过赵老板这么有兴致，还希望能够手下留情啊。江小姐不必紧张，不过是玩几把牌而已，消遣。荷官，继续发牌。江小姐有些紧张啊，放轻松一些，牌局而已，可别因为我的身份吓着了你。我这个人啊，就是喜欢和有潜力的年轻人玩，看着你们的样子，想到了自己年轻的样子。让赵老板见笑了。我身体不好，这么大的局，自然是要看着点儿。这么大的局，每一张牌可都是身家性命呢。这个赵正黑白通吃，江子这个病秧子，能在他手下全身而退，都是祖宗保佑，还非要赌。赵总，这江小姐毕竟是一介女流之辈，身体又弱，这赌局是不是稍微小点儿，免得吓到她了？江小姐，牌桌之上无分男女老少。既然江小姐有兴致，我们自然就要奉陪到底，不然传出去可太丢脸了。还是这套老把戏。哼，赵正，看来10几年过去，你不仅赌技毫无长进，连害人的手段都懒得换点新花样，真是越活越回去了。听说江小姐是 A 市金融大学的高材生，这牌技是在大学里学的，还是看起来很像我一个故人啊。还在试探。赵老板说笑了，我的父亲他不会这些，他只是个平民百姓。江小姐运头正盛，不知道有没有兴趣继续玩一把德州？看这样子是又想给我发天牌了。K 老板说的对，
既然江小姐这么有兴致，我们继续玩一把。我们做东道主的肯定奉陪到底。对，赵总，这个猪太大了，姜子他不太懂。谁说我不懂？好，我跟住。你们两位确定要跟吗？江小姐如此有魄力，我老 K 一定跟到底。我赵某人一向说话算话。好，我也跟。赵真，好好享受这最后的试探吧。你的老鼠洞很快就要保不住了。如果我没看错的话，我的2张暗牌加上我手里的，刚好又能凑成一副天牌。哈哈哈哈哈！江小姐这笑容看来是摸到好牌了。好啊，这一把定然能够鸿运当头，一飞冲天。第一轮我给江小姐添点彩头，50万。我跟，必须跟。我也跟。50万，第一轮就50万，他到底拿了什么牌？这种犹豫，牌肯定不算顶好，他在硬撑，完了。江小姐的牌面不错啊，我给江小姐抬抬池，100万。江小姐，到你了。江小姐，赌桌如战场，输赢往往就在最后一张牌。现在这个牌面离顺子只差1点，江小姐觉得这个牌面会是什么呢？牌面上现在这手牌看起来简直是天牌呀！唉，又是心理暗示，真是毫无新意。哥，红桃酒，绝了！江小姐，如若你手中有1张 A， 那就能凑成皇家同花顺，但仅仅是一张普通的 A， 也是不可多得的天牌呀。姜慈，你手里确实有一副好牌，加上我给你发的牌，甚至可能是同花。可无论你的牌再怎么好，也绝不可能赢过我精心安排的局。可惜，江小姐牌面旺，手气也好。不过我手里的牌也是不错。赌桌如战场，我可不能让你了。今晚这局，我拿股权和房产全下，你敢跟吗？江小姐，赵总这么大的手笔，那我老 K 也不能怂。我赌我整个赌场5%的干股。江小姐，赵总都这么霸气了，您怎么说？要么跟住，要么出局。赵真、老 K， 你们还真是把赶尽杀绝玩得明明白白。我跟。江小姐果然爽快有魄力，不过跟住也是要有魄力和资本的。你看，我跟 K 老板都是跟了股份，你给出的珠宝和房产似乎还差点意思。这是我名下的江氏媒体公司的股份，干股15%。我想，这个足够匹配2位的赌注吧。这冰秧子手里居然还有肉，发了，这次真的发了。赵总吃肉，我总能喝上一口汤。冰秧子配纨绔，一个疯子，一个傻子，还真是绝配。江小姐果然爽快。既然我们双方的注码已定，开牌吧。
我就是个凑热闹的。你们二位好好玩？你当然不在乎，你的赌注不过是赵真手指缝里漏下来的肉，但我就是要你不在乎。不好意思，江小姐，顶对 A。在目前这个情况下，这个牌面应该足够大了。江小姐，该你了，亮牌吧。江小姐，早点开牌吧，早点开牌，早点尘埃落定。这一对 A 出来了，规矩可就是规矩。您的压力我们都能理解，但是赌桌上的规矩就是规矩。江子，你弃牌吧，弃牌还能输一半。我们回家，我们不赌了，啊！以后我什么都听你的，我们现在就走。回家？哼，石晨舟，你觉得我们回得去吗？为什么回不去啊？我们现在只要放下牌，离开赌桌，我们重新开始，好不好？重新开始？石晨舟，你告诉我，这张桌子我们离开过吗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你仔细看看，我们压在赌桌上面的这些，那不是钱，不是所谓的房产和股票，而是我们的回头路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江子，都怪我，是我给你拉下水了。与你无关，这是我的选择。我早就没有回头路了。我活着的每一步都是为了走到这里，走到你面前，赵正。够了！这里是赌桌，这里是牌局，不是你们调情的地方。还开不开牌了？我们拿房产，我们拿股份来和你们赌牌局，不是来这看你们在这卿卿我我的。池晨舟，希望你能记住这一刻的痛，记住家被压上赌桌的感觉，记住这就是悬崖，而现在该把推我们下去的人一起拽下来了。一对 K 呀，江小姐，这要是在平时可是天牌，足够你横着走了。可惜呀，你遇到了赵总，这就叫做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。你只能认命了。江小姐，无论结果如何，总是要面对的。赌桌之上，输赢是常态，重要的是你要输得起。等等，江小姐，牌都已经开完了，一对 A， 一对 K， 怎么？您是输不起吗？江小姐，还有疑问？牌面上很清楚，一对 A 和一对 K，A 比 K 大，只要懂规矩的人都懂。赢就是赢，输就是输，一切规矩最大。我的牌面倒是很清楚，不过赵老板，您确定您的牌没有任何问题吗？江小姐这个话是什么意思？牌是荷官发的，大家眼睁睁地看着，你是在说我出千吗？江小姐，在众目睽睽之下，谁敢出千？你这简直就是污蔑！牌有没有问题，一番便知，清者自清。如果有问题呢？对，
清者自清。如果牌没有问题，为什么要害怕查验？池少，这里可是我的赌场，还轮不到你在这里放肆。为什么不能做主？赌桌上面双方对牌面有任何异议，都是可以拿出来说的，这是天经地义。赵老板，规矩就是规矩。您这赌场开了这么多年，不会连自己的规矩都要破吧？江子，你太帅了！江小姐，你刚刚说规矩，哼，我们赌场最讲究规矩。既然江小姐觉得需要验牌，那我们就一起好好谈谈验牌的规矩。赵总，跟这2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崽子废什么话呀？要我说，直接就把他们……赵老板，您这是什么意思？您说赌场上面没有少爷小姐，那更没有长辈晚辈，一切都按照规矩说话。如果我在这里出了什么意外，我保证，明天赌场的黑料会登上新闻头条。您说到时候是您的规矩大，还是舆论的规矩大？当然，赌场有赌场的规矩，客人对牌局有了怀疑，验牌是合理之中。但是验牌之前需要签一份验牌契。什么狗屁的验牌契？江子，别听他们胡说，老子在这躲了这么多年，从来没有听说过什么狗屁验牌契。哼，池少，你没听过，不代表没有这个规矩。赵总说的对，既然你怀疑这个赌桌上有问题，那我们就可以查验牌的花色还有张数。如若发现任何问题，就按照你们的来；但是没有发现问题，那就是你毁坏我们赌场的清誉，毁坏赵总的声誉。是啊，这可不是小事。按规矩，恶意诽谤者除了当场收掉牌局以外，赌注分文不得取回，还要留下点赔罪的东西才行。不知道江小姐还要继续验牌吗？江子，要不咱们算吧。现在想走晚了，你们这是拿我们赵总当猴在耍。现在，要么立即验牌，要么留下你们的手指头。不行，要是切手指，就切我的，我切2个。你们不能动江子，他从小身体就不好，低血糖、贫血、血小板还低，一旦破了皮，就有可能致命。这纨绔，这脑子还知道这么多医学名词，难得。江小姐，别怪我们不怜香惜玉，现在求饶可来不及了。赵老板，您确定您的牌没有问题吗？什么？我说，您的牌，您确定没有任何问题吗？没有任何一张多余的、不该出现的牌。这不可能，这当然不可能。赵老板，您的这个红桃 I 是刚刚赢我的那个，但是您说这牌堆里面怎么还有一张红桃 I？ 这是从哪里来的呢？江慈，是你搞的鬼吧？现在想冤枉我出千，哼，你休想！对，必然是这个碧秧子搞的鬼，必然是他在这出了老千。我搞的鬼？从发牌到现在，我在我的位置上一次都没有动过。荷官点牌时，牌都在桌面中央。
众目睽睽之下，点牌时也没有任何一张牌是从我这里拿过去的。赵征，你要是出了千，就赶紧承认。被发现了，只能说你出千的手段太粗糙。幸亏啊，被我英明神武的老婆给发现了。你丢不丢人？你给我闭嘴！老 K， 查监控。我的手法，监控也查不出来。真正高级的亲术，不在于瞒过人眼和镜头，而在于瞒过人心。赵征，你引以为傲的掌控和眼线，此刻都成了你的牢笼。赵总，终于抓到你了，臭老鼠！赵总，各个角度看了，没有任何问题。角度，一定是角度的问题。监控死角里，姜慈，你一定偷偷的找到了监控的死角。赵总，他们一定是有备而来，绝对不能信他们的话。赵征，你还要不要脸？还是从你那儿多出来的？查了监控，也没有人动手脚。哦，怎么还难道自己会飞啊？啊！姜慈，真是好眼力呀！虽然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做到的，但是仅凭一张牌就断定我的出千，是否不太合理？赌场上的意外多了去了，荷官发牌有可能不小心少了一张牌，也有可能是有人做了手脚，单凭这一点就说我作弊，是不是太牵强了？赵老板，你说的对，一张牌或许是个意外，但是赵老板不觉得今天的意外有些多吗？你什么意思？从第一局我开始赢，到后面所有的关键牌都恰到好处，所有的运气和巧合精准指向了一个结果，那就是让我觉得我能赢，所以心甘情愿的把所有的赌注都压下来，最后满盘皆输。江小姐，做人太聪明是活不久的哦。别对着我老婆抽烟，她身体不好。石神州，我看你真是活腻歪，这里还轮不到你来撒野。还有你，江小姐，赵总给你个台阶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，最好就着这个坡就赶紧下。不是，你们要干什么？你们说话就行，别动手动脚的啊！今天我和姜慈要是少了一根汗毛，我们池家姜家不会放过你们。姜家、池家，你醒醒吧！你妈为了治你这个赌鬼，甚至不惜让你娶了这个病秧子，而且你妈已经把财政大权都交出来了，你觉得你还能代表池家吗？老公，你们这帮恶魔，老公都被你们气出血来了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我根本就没碰到过他，是他自己吐的血，根本不关我的事儿。老 K， 不能硬来，视频不能流传出去，警察来了以后，我们不好交代。可是他们，姜慈，虽然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做到的，但是今日之事，我赵某人记下了。这些筹码你可以带走，但是10倍赔偿，我无法认同。赵老板，这是不想认账。江小姐，我劝你做人留一线，日后好相见。哼，还装？
他们走了吧？江慈，你可真够狠心的。我吐血是你弄的吧？跟你还有什么关系？你老公，穴位受击，气血逆行，石少爷，你这是上火了。能吐出来是好事，你的治疗费就不用了。江慈，我发现你心肠挺狠的。哎，你是怎么知道那个赵征他有问题的？还有，那个老 K 的监控是怎么回事啊？啊，还有那个牌是怎么变的？哎呦，你教教我嘛，教教我嘛！我认你当师傅，我给你当徒弟，并且我保证，我以后再也不赌了。运气好而已。什么运气啊？你又跟我撒谎！哎呀，你就教教我嘛，我只想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啊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池晨舟，从你踏进这个房子开始，你所有的一言一行、一举一动，你看过的所有的东西，都是在别人的监控之下。甚至你此刻的心跳，别人都是能一清二楚的知道。温度、湿度、排张的弯曲度、肌肉的颤抖、眼神的飘移，所有的一切都会被利用。而你，赌场从来都不是赌运气的地方，而你，也从来都不是玩家，而是产品。我保证，我以后再也不赌了。你不会有不想赌的时候，唯一的戒赌方式，就是永远都不要踏进这里。拿着。